哦，小伙伴们看，阿迪 Zero Pro 4，现在在新塞巴西的商店街，阿迪达斯的专卖店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大家都在吗？ありがとう。哎，小伙伴们看，虽然今天是黑五，但是这个并没有优惠。阿迪 Zero Pro 4，好开心啊！等这双鞋等了好多年，这个是我，2018年以后第一双阿迪达斯。我的上一双阿迪达斯还是薄底儿的那个 Boost， 阿迪 Zero Boost， 穿的那个跑的芝加哥马拉松和伦敦马拉松。2018年在伦敦买了第一双的4%第一大，后来就都是碳板的年代。怎么说呢？你看1380，如果大家能免税，就是再打一个9折的样子。我觉得全面胜过现在1300左右的各个品牌的旗舰，就是像 Vaporfly 3，跟它比就不能打了，对吧？110X 6.0 Pro 呢，我还不好说。我明天不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吗？30公里，咱就上来就干30公里，怎么样？哎，大家伙早喽！11月30号星期六，看这风刮的，现在还不到5点40，周六早晨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看今天穿了新鞋，看喽。这边日本首发配色，这是2018年之后我第一次穿阿迪达斯，而且是我人生第一双阿迪达斯的碳板鞋。昨天自己买的，而且我在这儿还不能免税，这边是28000日元，昨天的汇率1380块钱，好像是。刚才热身跑到这儿不到3公里，感觉还行，就是碳柱跟碳板不太一样，能感受到鞋底它会有就是这个方向的那种变化。今天的课表是最多30公里，我看我能跟多少，因为这一周确实是太忙了。今天家属回来拍摄，咱们一会儿见啊！起跑前的合影。そう、どう写真撮んで。全然覚えられない。お、OK。上去了第3优越了，第3优越了，各位。我们已经跑了18公里，上1公里4分06。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可以。一往一对血。你好啊。
加油加油加油！小伙伴们，上1公里3分44，还有最后1公里，加油加油！到目前为止，这30公里的整体平均配速是4分04，最后1公里时常加一加。到。30公里3分37。结束啊！跟大家致谢，最后1公里3分37啊！すごい、ありがとう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強いわ。ありがとう。めっちゃ助かった、ありがとう。这个強い。拜拜拜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30公里长距离训练结束了，在烘焙店吃早餐，家属去热面包了，所以今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了，抱歉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数据。今天的气温是8摄氏度，湿度62%，但是今天风比较大，一阵一阵的，天亮以后好了，13公里每小时的风。今天几乎是一个匀速，最后的几公里稍微开始慢慢变快，平均配速4分03。
30公里2小时01分34，平均等强配速4分。因为我们这30公里要爬6次大半程的坡，一连串的缓坡，最快1公里3分36，平均心率159，消耗了1555千卡。我喝了大概这个水半瓶水，是冲的半袋的宝矿力，大概半袋宝矿力有100千卡，然后吃了2个能量胶，大能量胶，然后一管是100千卡，等于整个补进去的有3把，消耗1555。累计爬升，你们看累计爬升了117米，不低了。运动表现出色，111%，训练负荷339。你们看配速曲线其实很稳的，就最后加速了。然后几乎有一半在有氧耐力，一半在有氧动力。至于这几个区，这次去高池，认真测了乳酸阈值，回头在那个节目跟大家分享，我在很认真的剪辑。平均心率159，最后冲到173，基本心率的区间都在我的有氧动力区。平均步频204，步幅1.21米，然后触地时间184，垂直振幅比5.1。你们看垂直振幅比这个线随着后边的变快就会变小，对吧？然后这颗爬升特别逗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次那个坡。其中只有2公里相对慢了一点，有1公里是4分18，有1公里是可能4分14，对，其他都很稳。今天的运动感受应该是适中 ，OK。今天主要跟大家说这双鞋，阿迪达斯的 Pro 4，这双鞋的碳柱感觉跟碳板，因为我一直穿碳板鞋，跟碳板不太一样，尤其是在拐弯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冲刺落地的时候，因为它是碳柱，所以它这鞋面就是这是脚尖儿，这是脚跟儿，鞋面就是这样，会相对灵活一些。尤其是我们那个上坡，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上坡和急转弯的下坡，那一块的表现我觉得很不错。我觉得这双鞋1300多的价格，应该是完胜 Vaporfly， 就是 Nike 1300多价格的鞋，这是我的判断。然后我也和惊叹来比较，我觉得它跟惊叹的回弹和动力性几乎是一样的，并没有因为价格的差距好出很明显的区别，只不过一个是碳柱，一个是碳板。同样的，在30公里这个节点上，因为我之前穿惊叹也跑过一个比较强的30公里，在30公里之后的这个节点上，对我的能力来说 ，Pro 4和惊叹3会开始觉得鞋底的中底的回弹，会觉得材料会相对变软，就是我会踩的比较有力踩下去以后觉得鞋底不那么硬了。就是到30公里这个节点，因为我在30公里冲刺了，冲刺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，包括这双 Pro 4也一样，它跟惊叹3我觉得差距在5%以内，我觉得，就看您适应不适应。我觉得这双鞋给绝对的精英穿，可能尤其是力量比较好的运动员穿，运动员也许也会觉得相对没有那么硬，在马拉松的最后几公里，然后我觉得和特步比，因为今天蔡先生穿的是110X 6.0 Pro， 他现在的能力可能差不多也就是3小时以内一点点，我的判断，对他来说，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，110X 6.0 Pro 对他来说太硬了，就是他跑到累的时候他踩不动，然后就发挥不出那个力量。然后这双鞋 Pro 4和惊叹是非常适合他的。然后对我来说，如果是半马或者30公里。Pro 4和惊叹是非常非常棒的，然后如果是5公里、10公里 ，Vaporfly 3也可以。如果是全马的话，我还没穿着惊叹跑过30公里，30公里以上。如果是全马的话，我的判断35公里以后，有可能我更适合硬一点的鞋。所以你看以前，110X 3.0 Pro 的时候，我也不喜欢，我喜欢5.0。这就是每个人的脚感和状态不一样。虽然我步频大，但是我每一步踩下去的时候，我喜欢那个鞋给的反馈更劲儿大一些。但是这双鞋和惊叹3，就是阿迪达斯的 Pro 4和惊叹3的
回弹和动力感，还有流畅性是目前我穿过的鞋里最好的。至于前两天试了2次那个大年，因为我也穿它跑了一个4分配的20公里，我的感觉就是，力量有余，连贯性和那种就差那个所谓的最后1公里。我也跟大年的创始人在反馈过这个问题，他们说也在优化中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比较一下这一双鞋，特步的3.0 Pro、5.0 Pro、6.0 Pro、惊叹3和阿迪达斯这双新的 Pro 4，还有 Nike 的 Vaporfly 3和 Alphafly 3和 Alphafly 2。我的判断是，这双鞋在顶尖旗舰品牌下1300的价格，我觉得是很棒的，因为Alphafly已经是下一个价格区间了，对吧？而且 Alphafly 我穿磨脚、磨足弓，这双鞋没问题，到现在30公里应该是脚没有出任何问题，非常舒适，并且我 Nike 穿408，惊叹408。6.0 Pro 440，然后这双鞋也是408，正合适。同样的，我在最后总结一下这一双鞋。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2小时50到3小时30之间，惊叹3、Vaporfly 3、10X 3.0 Pro， 您会感觉到弹会更多，然后呢，不会有那种踩不动的感觉。我说的踩不动的感觉，就是2、3年前我跟大家分享我穿Alphafly 1的时候那感觉，那时候我的能力不行，踩不动，会特别的好。2小时50以内的小伙伴，我觉得上述这几双鞋会稍微有一点点软，在最后几公里，当然也看您自己的技术特点。然后，像我这种技术特点的小伙伴们，6.0 Pro 和我们说这双 Pro 4也还可以，就是会相对硬一些。其实特步的5.0和6.0 Pro 是我穿过的最硬的鞋，就是硬会有喜忧参半。坏处就是后边可能腿的压力会比较大，有可能会有抽筋儿，会有不舒服。喜是说你可能在后边觉得不会踩下去以后就软下去了。每个人这也是这儿的问题，行吧？那这么着，我们赶紧吃完饭回去剪辑视频。总体评价，这双鞋原价就可以买，非常值得买，因为1300块的顶级品牌的有顶级运动员验证过的旗舰款的鞋，并且我也穿了。我的马拉松最好成绩2小时41，我觉得这双鞋我穿去比赛绝对对得起我，对得起这个鞋，对得起这个鞋。这鞋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啊，在这儿。昨天在新斋桥，并不是品牌的，所以你们看，我评测品牌的送的鞋和自己买的鞋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相信我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而 Baker 的咖啡，敬大家，咱们明天再见。